我偶尔的感慨，自己越不明白。站在圈子外，看什么都精彩。在这茫茫人海，我该在哪里存在？身上太多刺，却怕被伤害，谁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努力到了极限，还是输给时间。终于明白，爱的对白，结局是好是坏，把握现在。终于放开了对未来的安排。爱不应该是期待，我们渴望的幸福没离开。嗨，Jason。嗨，Miss 关，我还没慎重向你道谢，谢谢你帮我们拍摄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还是要谢的。你没有义务帮我们这一组 ，Roller Credit 不会放你的名字。不用了，我不是为了这个。公事公办。对我来说不是公事。家宝病了，我一定会帮，是尽一个朋友的义务。同事之间的友情，真让人感动。是朋友之间的友情。我相信，要是我有问题，家宝也会帮的。只是我不知道，如果以后魏云姐出了事的话，Miss 关会不会帮呢？假设性的问题讨论也没意思，不妨碍你吃东西了。再见。哇，这把假的做的跟这把真的一模一样，连重量都一样。德叔，你的道具做的太像了，难怪连武师都会拿错。哎呀，那一天要不是我生病，精神不好，也不会犯这个错。你放心吧，那个报告里面我已经写得很清楚，只是个意外。我真的不会有事。幸好小孩不是伤得很重，我想人事部最多也是发个警告信。我很肯定，拿给你的是假刀。哎，我也很肯定，你把刀交给我，我就交给武士。一定是你们换掉的。哇，你现在是想推卸责任了？哎，我虽然老，我今天没有老化哦。好好好，你们都冷静点。可以了，你们两个都出去吧。很明显，这次的事件不是意外，是人为的疏忽。现在是1对1的共识，你怎么判断是谁的疏忽？很明显，德叔，你们不必包庇他了。Miss 关，当时我们2个人都在场，场面是很混乱的。德叔不是第一次犯错。去年3月12日，他弄错道具，害剧组那天开不了工。今年1月27日，小火烧场面，他居然没有预备灭火器。紧接着5天后，德是做事一向很有责任感，你所说的我都知道，事情是有前因的。凡事都有前因后果，那不必有人承担责任了。就算像你说的，他很有责任感，但是他都已经快60了，还要窝在这里承受压力，受不了，自然会出错。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提早退休。为了这件事情，你要他走？我是这部戏的导演，现在这部戏出现问题，我愿意和德叔共同承担责任。谁没有犯错？需要这样赶尽杀绝吗？难道你没有犯过错吗？德叔还有3年就要退休了，你不能让他做完这3年吗？3年能发生多少种意外？难道等到发生严重的意外？因为受伤的是Eden，你才会那么紧张。关希恩，你假公济私。是，我承认。怎么样？
好，这件事我们人事部会详细调查的。是，我们谁也包庇不了谁，交给人事部最好。谁也包庇不了谁，可要说的问心无愧。Miss Guan， 你分明是假公济私。如果受伤的不是你儿子，你不会那么做。即使不是我儿子，我也会秉公处理。这是秉公处理吗？你是要滥用职权？我是站在公司的立场，用经济的角度思考。德叔的薪水那么高，让他退休，我们可以请2个比他年轻的道具工。德叔对历史非常有研究，做的道具讲究，年轻人怎么跟他比？训练就行。奉劝你一句，心软的人当不了好主管。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心狠手辣的主管是不会被人尊重的，只会让人害怕。我让你害怕了，是让我鄙视。水准好像回来。我上回是故意打差一点，怕你望尘莫及，一放弃就不学了。没那么容易。虽然练放手很不容易，但多练就上手了。你到球场上去练。我没那么多钱，我在家里找几粒球，练的时候一放手，我叫一声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是得意忘形，你是旁若无人，这是悠然自得。也来试试吧，它是另外一种感受，另外一种体验。做高层压力很大，我身上散发出你的负能量，很大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你从事哪个行业的？我啊，打杂的。有时我宁可做一份靠体力的工作。你的工作好啊，薪水高，又可以整天上报。我已经慢慢找不到我工作的意义了。有时候我下班回家躺在床上。我在想，我一天做了些什么？那些都是一件无聊的事。无聊就别做，要做就认真的去做。电视人没有热忱是不行。你们不用心做节目，我们观众是看得出来。我一直很努力、用心的做好节目，可是看到别人用手段，我就会问。你是不是很傻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是傻。你不是真傻，真傻的人是很有福的。别想那么多，反而好。谈何容易？容易就不需要你做了，要做得好，有时候需要旁若无人，放胆去做，这样才能够自得其乐。遇到不愉快事，就再来一次。滚出去！
事？什么？还要我等2个星期啊？我没有女佣，很麻烦的。好吧，你们尽快吧。艾迪，是你回来了吗？来，我的房间在上面。哎呦，你那么急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。不要啦，艾迪，送我的。可以啦，一下子就好。艾迪，你不开门，我进去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到啊？我们正在做爱做的事。耶！out！ 老巫婆。Honey，我送你出去。阿姨，一杯不熟。什么？哎呀，那别吃了，吃菜吧。烂的。烂人煮的东西当然是烂的。艾迪，以后不许带女孩子回来。是我的房间，我要带谁回来就带谁。你别忘了，屋子是我的，我有我的家规。不爽就别让我们住，我们不稀罕。我是你。我是你们的合法监护人，我不允许的事，你们都必须听。第一，不许你当武士；第二，不许你在拍戏；第三，不许你跟女孩子反锁在房间里。为什么不能拍戏啊？你有家规，我也有，我不允许你随便赶走我的朋友。哇，哥厉害！我想到了，我也要有自己的家规，我不允许你煮那么难吃的饭，伤害我的肚子。你们都未成年，尽管你们是我的责任，住我家就必须遵守我的家规。你们不听话，就不许住在这里。好，是你说的。我可以作证。哥，你这样做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伊登，我会回来带你走的。艾迪，不要那么冲动。是你赶我走的。哥，你真的要丢下我吗？是啊，你忍心丢下伊登一个人吗？学你的。哥，你不可以丢下我！哥，回来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我打你！你走！
不想吃？那你想吃什么？我要我的钱，我拍戏赚的钱呢？钱我都给你姑姑了。钱是我赚的，你为什么要给他？他比较需要钱。你要什么，我都可以买给你。我要买手机。你还是小学生，不适合拿手机。又说什么都可以买给我。一定是狗回来了。Yes。有炸鸡块，还有你最爱吃的 burger。哇，有炸鸡块吃，太好了！我也给他买了，他就是不吃我买的。你坐，我倒水给你。好吃吗？看见，可以借我你的手机吗？干嘛？我想打电话给哥哥。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已经发很多简讯给他，他都没回我。不然你帮我断讯文骑士啊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狗的脾气，他不肯回来，你跪下来求他也没用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一有狗的消息，警方会通知我的。不然你买台手机给我，有了手机我就能打电话给狗，狗知道是我，不会不回的。不行，手机等于是电脑，我担心他会一直玩，荒废学业。我讨厌你耶，你是恶毒阿姨、老巫婆。伊藤，不要这样没礼貌。如果妈咪在的话，她肯定不会让你这样欺负我们的。伊藤，伊藤。我都警告过你了，他们两个不容易对付的。艾迪到底去了哪里了？都快3个星期了。他存心想避开我们，课都不去上，连他的朋友都说没见过他。别担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等他碰到了大钉子，他会乖乖的回来的。这孩子的性格倔强，碰了钉子也未必肯回来。这两个都有你的影子。涛哥，我很累，不行了，才走不到几步你就不行了。真的，每一个星期天都来这里，已经变成我的娱乐节目了。我跟你说，下个星期我不陪你玩了。啊 ，Steve，下个礼拜记得再来啊！定的嘛，你服务那么好，皮肤那么白，白。讨厌。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就是因为瑞芝妈抛弃你。你不要提起他了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？你说啊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我一个女人能够做什么？他带我去谈生意，那个大老板看上了我。陪人睡觉其实不难，最难的是你爱他爱到死心塌地，什么都愿意为他做，到头来才发现他一点都不爱我。美玲，美玲，我不是当年的美玲了，从我背叛你的那一刻起，
我就回不去了。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听着，你千万不要自我放弃，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你听到吗？你要振作起来啊！我会帮你的。Richard 嘛，没有他就没有我。谢谢你，最佳搭档。来，我们成功了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杀了你！你会有报应的！会有报应的！没有废话，少见哦。干嘛？心情不好？你也心情不好？是不是为了昨晚的电视剧《迷失陷阱》的收视又创新低了？需要这么强调吗？我不强调，怕你没听到啊。我不是为了收视率的事。我们这么辛苦，都不是为了收视率吗？你是，我不是。早上德师打电话给我，说接到人事部的通知，要他提早退休。月底是最后一天。早点退休不是好吗？他不是光荣隐退的，都是你好朋友，公报私仇，滥用权力，把德叔逼走的。我们没当过父母，根本不理解做妈妈的心情的。你要是在帮他说话，请你不要坐在这张桌子。好，我不说，我不说。哎，你记得小时候我们一起放风筝吗？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一天。但是我看着风筝在上面飞，我心里在想，如果我能像风筝那样飞，该多好啊！我们乘坐热气球，在大自然中随风飘，有小鸟在我们身边。还有我在你身边。哎，你说，像小鸟一样轻轻松松在上面飞，该多好啊！做人太辛苦了。你怎么知道小鸟是轻松的？有时候逆风而行不会轻松。早一天我们像小鸟一样飞飞看就知道了。喂，哪位啊？伊莲，什么事啊？我的小少爷干爹要上班啊，走不开啊！很重要的，你一定要来。我待会儿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，真的走不开啊！你去找姑姑或阿姨吧。姑姑她没空，我不想找阿姨。啊，找你干妈吧？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！我告诉干妈你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在哪里？好，你不要走开啊！干妈马上来。拜拜。喂。你要上班，我不用上班的。10万火急啊！干嘛不找他妈妈呢？姓关的孩子，我不敢碰。艾迪离家出走已经几个星期了，伊莲她现在正闹情绪，需要人家关心她，你就尽点做干妈的责任吧。看来谢主隆恩还蛮喜欢我的新故事哦。那用说，金牌故事人写的故事，当然有料啦。你那么会说话，请你吃饭。哎，好啊，一起喝2杯，走走。
通知大家，4点半开紧急会议，确保如风会出席。Hello， 我是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小姐，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在找一个小朋友，他叫伊登科，你可以帮我广播吗？伊登科，跟我来吧。伊登科就在里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孩子偷了这位先生的手机。 这是监视器拍摄到的画面。对不起，他还小不懂事，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，不要报警？我会去好好教训他的。小孩子会犯错，都是你们这些家长宠出来的。她不是我妈妈。 她是我干妈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死了。后来，爸爸也死了。我是一个孤儿，我只有一个很爱我的狗，可是连狗也离家出走了，已经1个月了。 我真的很想他，我想找他，可是如果用大人的手机，他肯定不会听的。如果有自己的手机，我就可以联络他，他知道是我，一定会听电话的，所以我就。 刚才是不是在演戏啊？没有啊，我说的全是真心话。你的真心话真让人怀疑，这么多谎言，我都分不清什么时候是真，什么时候是假。我真的很想打电话找国的啊，我走的时候，告诉我会回来带我的。都这么久了，我真的很想国。以前住在姑姑家时，虽然屋子很小。 但是我们很开心。现在屋子变大了，我却一点也不开心。阿姨不好吗？阿姨，她是个老婆，什么事情都要管。我走的时候，她一点也不紧张，剩下我一个人，要面对着她，我真的很可怜呢。旧的要不要？我家里一台旧的手机。 真的？干嘛？我们马上去你家。需要这么急吗？哎，干嘛？可以送我一张信卡吗？好啦，好人做到底。Yes。干嘛？前面有间便利店。好，去。逃学？是的，伊登昨天和今天都没来上课。许太太，关小姐，
我和他的爸爸离婚了。许先生的过世对伊登的影响很大，他最近还经常撒谎。我会好好的管教他的。黄老师，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伊登以为我是他的阿姨，请你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大人也撒谎，又怎么能为孩子树立好榜样呢？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啊？我是钥匙儿童嘛，习惯了。从2年级就一个人住了。以前爹地生病，我还得照顾他呢。每天狗狗很晚才下课，所以我就帮忙煮饭啊。狗回来就可以炒菜。我现在很忙，你随便参观一下，口渴自己倒水哦。好，我自己来。伊登，厕所在哪里啊？干妈用楼上的，楼下的马桶坏了。好。哥，这个是我电话号码，你听好留言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我好想你。伊登啊，你狗的房间。哦，他画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巫婆还没叫狗擦掉。你不会老是教老巫婆的。她本来就是啊。一定是老巫婆打来 spot check。去听吧，不然我电话没收。哎，你说过给我的啊。你接电话，我就会给你。喂，伊登，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今天没上课啊？我发烧了，现在在家里睡觉。真的吗？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算了啦。那好，快去吃退烧药，冰箱里有食物，弄热了吃，吃了快点去睡觉，回去我再跟你说。哦。你又撒谎了。老婆知道我偷电话，肯定把我吃掉的。你听过狼来的故事吗？你喜欢说真话的时候，没人相信你吗？你忘了上回在电视台，你被冤枉偷手表，那种感觉好受吗？这什么表情啊？你真的有拿？干妈希望你说真话。就算真的是你拿的，干妈也不骂你。我相信，你一定有你的原因，对吗？为什么要偷一个旧的手表呢？因为哥的生日要到了，他的手表坏了很久，我又没有钱买给他。伊登，你知道刚才如果那叔叔没有放过你，你现在就在警察局了。你再不改掉偷窃的习惯，你以后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。我不敢了，干妈。真的不敢了吗？你又不相信我了。干妈相信你，以后需要什么就告诉我，不要去偷，好不好？我需要的，你刚刚给了我，就是信任。干妈，今天的事你可以帮我保守秘密吗？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不会偷东西了。你相信我吗？信，我答应你，这件事情就只有你跟我知道。
自己迟到就可以了，我们迟到1分钟啊，血滴子就飞过来，人头落地。你刚不是说他的外甥在学校有事，叫我们等他吗？他家里有事，就可以用公司的时间去处理。我们迟到5分钟就被骂了，怪不得他叫Miss关呢。关字嘛，2个口啊，双重标准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每人23分钟，这里9个人，207分钟全浪费了。中午我收到一封匿名的电邮，揭发一起抄袭事件，刚刚发给大家，你们看看。如风，你想解释吗？电视剧开始前都会注明啊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何况，其实桥段就是那几个嘛。不过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看过那个故事啊。剧名也不换一个，你是太懒还是太笨？可能是我在哪里看过这个故事大纲，那潜意识我就记住了。不过，其实一个戏在新加坡播，一个在台湾播，观众都不一样嘛。快5点了，最迟5点15分，把辞职信电邮给我。散会。Miss 关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不会再犯了。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，我只会写剧本。我离开了电视台，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偷用小小的故事时，我已经给了你1次机会。你现在只剩下14分钟。是你，我知道是你。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如风，来无影，去无踪，这笔名取得好。哎，Miss 关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这么巧。我讲了之后啊，才发现把宾客的名字搞错了。哎呀，糟糕啊！哎，小新，你没事吧？脸色看起来很差，头有点晕。要不要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可能是最近睡不好。头晕驾车很危险的，不如我送你回吧，我的车就停那边。好吧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可以现在我去打包食物吗？打包不如坐下来吃，我很乐意当陪客的。啊，我的外甥一个人在家，我怕他肚子饿。哦，没问题，走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要是还冷的话，我这边有外套，来。不会。座椅合适吗？要不要调低一点会比较舒服？不用了 ，I'm OK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，到了我叫你。我看到2张上课时间表，你有2个外甥啊？是2个，老大19岁。他们跟你住，他们父母呢？
死了。谢谢。不用。老大离开家已经28天了，离家出走啊？和我吵了一架就走了。本来老二对我的态度还好的，哥哥走后，他也开始叛逆了。他的这种叛逆，应该是一种抗议的举动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。相依为命的两兄弟，感情一定很好，就像我和我哥一样。你还有个哥哥？我和我哥的情况跟他们很像。我们父母早逝，我是我哥带大的，他大我8岁，很照顾我。Eddie 很照顾伊登，因为是唯一的亲人，要是谁欺负我哥，我会想替他报仇。听起来很像伊登啊。那伊登的行为，在某些程度上，是在帮 Eddie 出头。很有可能。那你跟你哥哥现在的关系还是很好吗？他去世很久了，病死的。对不起，勾起你的回忆。来。替你讨回公道。当时这只剩下我一个人，盼望这一次。奉劝你一句，心软的人当不了好主管。我也奉劝你一句，心狠手辣的主管是不会被人尊重的。我就是不想当弱者。谁对我们不好，我们记住，找机会讨回公道，让他们自食其果。你们不用心做节目，我们观众是看得出来的。电视人没有热忱是不行。她是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你却把她糟蹋成这样，你还是人吗？那是她的选择。走开！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依敏的呵护还有关心。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们也想嫁入豪门，因为我就是豪门。那个 Jason 也真是的，就算你现在不是他的女朋友，他应该顾及一下你的感受吧。你是哥哥，怎么可以丢下弟弟不管？为什么自己要撒谎？我是被逼的，我心里的痛苦，我心里的难受，你明白吗？给我理由，好好再复活。幸福错过了花。